听说新娘是个植物人。这是婚礼还是丧礼啊？为了我爸的医药费，我冒名顶替傅寒，来给王家当上门女婿。傅寒说他又丑又胖，让我来断食断尿。为了爸爸的医药费，我可以。这哪是植物人，这是睡美人啊！傅家那些白眼狼做梦也想不到吧？王小姐，我叫傅寒，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丈夫了。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，我也是。但既然来了，我就会好好照顾你，不管你能不能醒，我都会在这儿。你要是能听见，就动动手肘。我听说植物人也以意识的。行，那就当你是默认了。以后我天天跟你说话，烦也把你烦醒。雅琪啊，你看到了吗？爷爷给你找的这个夫婿多体贴。爸，您让我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你记住了，只要富家公子愿意来入赘，真心实意照顾亚琪，这些通通都是他的。等他进了门，我还会让他进集团董事会，将来王家的一切都有他一半。爸，您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奇怪什么？这个傅寒，我派人查过，傅家那小子是出了名的纨绔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连他亲爹都管不住，在外面闹事打架泡吧，哪有半点耐心照顾人？您看监控里这个人，换温水擦脸，掖被角，还粘书，这手法比专业护工还熟练。一个纨绔少爷能做到这个份上？你的意思是？我怀疑来的这个人根本不是傅寒。继续说，我已经让人去查了，如果真是狸猫换太子，当然要查。但是你看他照顾亚琪的样子，是装的吗？看不出装的痕迹。所以，不管他是真傅寒还是假傅寒，能这么对亚琪的人，就值得留。老爷，陆家小姐带着贺礼来了，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消息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明明动静这么小。不清楚，估计来者不善啊。王家大喜的日子，怎么办得这么寒酸？哎呀，伯父、老爷子，这么大的喜事怎么都不通知一声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陆家丫头，有心了，只是按照姑爷的意思，没有大操大办。哦，这意思是嫌姑爷拿不出手，还是说因为亚琪姐姐？陆家丫头，哎呀，失言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咦，怎么不见新姑爷了？快让我张扬一下傅少爷的风采。不用了，陆小姐，幸会，我就是王家刚过门的姑爷傅寒。姐夫真是气度不凡呢，姐姐得夫如此，真让人羡慕。不过我还是更佩服姐夫，年纪轻轻就肯入赘照顾姐姐，真是有情有义。不劳陆小姐费心，我对亚琪一见倾心，照顾她自然是分内之事。若是真心实意，那我自然替姐姐高兴。不过，结婚这么大事，竟没有一点风声，傅公子是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呢？我这个人做事一向低调，婚礼流程都是两家商量过的，能娶到这样漂亮的老婆，我傅寒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金屋藏娇这个道理，陆小姐应该明白吧？说的倒是冠冕堂皇，结婚这种大事都如此随意，谁知道傅少爷心里在想什么呢？哦，既然陆小姐这么懂规矩，红事不请不来这种事应该不用我教吧？我简单操办，是想着有一天亚琪醒了，再给她补一场盛大的婚礼。陆小姐请回吧，到了那天你自然会收到邀请函。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向我下逐客令？我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你刚刚说的是真心话吗？算是吧。不好了，老爷，小姐她不见了。不好了，小姐她不见了！怎么可能？一个大活人怎么会不见了？给我找！爷爷，爸，我在这儿。亚琪，这是真的，我的宝贝孙女。亚琪，爷爷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回来了，醒了就好啊。看来大师果然没说错，爸救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也不枉花了这么多功夫。傅寒，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星，你救了我的孙女，以后在这个家里，你想要什么只管跟爷爷说，就算想要星星，我都豁出这把老骨头。爷爷，我能醒过来跟他可没什么关系，而且我可没答应把自己嫁出去。说什么呢，你这傻丫头！
多亏了傅寒，你爸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有什么事儿啊，咱们一会儿再说。小寒啊，亚琪他刚醒，很多事都不知情，说什么话你别往心里去。这事儿爷爷会跟他说清楚的。没事，爷爷您先去吧，这可是大喜事儿。嚯，这王大小姐刚醒就不认账，有意思。你说，娶一个植物人到底是何居心？王小姐，天地良心，我可没有什么别的心思。小琪，傅寒刚过门就处处维护我们家，这些天也一直在照顾你，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。爷爷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爸，你说句话呀！闺女，这事儿爸管不了，咱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儿啊。我总不能告诉你我是个冒牌货吧？本来以为能享受清闲日子。那好，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，傅寒不能接触家里的任何产业，我们家也不能给傅家除彩礼之外任何其他的好处。只要能接受，我就认下这门亲事；不接受，或者以后违反的话，我就退婚。哼，任何一个有野心的男人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。这下你也该原形毕露了吧，傅寒？这可以，我完全接受啊。其实我从小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当个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来着。傅寒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我没问题啊，要不咱拟个合同？既然傅寒答应了，你们就好好过日子吧。再闹的话，爷爷就要生气了。行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今天的早餐味道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。今天的早饭是姑爷做的。没想到你会做饭啊！要是有什么不合口味的，你们就说哈，我还可以改进。不，小寒，你做的很合爷爷的胃口。见笑见笑。刚醒就去公司，不再休息休息吗？不休息了，爷爷，我得尽快去公司熟悉现在的业务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，老婆，我在家等你。哦，好。小寒，这2天的事实在对不住啊。雅琪她从小就是这个脾气。没事的，爷爷，这事儿要是搁我身上，一时半会儿也接受不了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答应你们家的都已经办妥了，这是爷爷的一点心意。要是有其他想要的，尽管跟爷爷开口。爷爷您太客气了，都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我在这儿啥都不缺。雅琪昨晚说的话，你别太放在心上，抽空爷爷再跟他聊。不用，当个贤内助挺好的，就让我在家待着吧。答应过的事儿怎么能反悔？不错，爷爷很欣赏你。这事儿我帮你想办法，去吧，把卡拿上，别再推了。这王家和傅家对我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爸，你知道王亚琪醒了吗？现在圈子里都传遍了。醒了？那江南那小子岂不是？他倒是捡了个大便宜。王家那么大的产业，那王亚琪长得也漂亮，这本来是给我的婚事，当初就不该让他去。谁能想到那植物人真能醒过来？喂，江南，你小子挺自在啊。有什么事吗？王雅琪醒了，这件事你之前可没告诉我。怎么样，在他家日子过得不错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别装傻，这桩婚事本来是给我的，现在你替我享了福，总得分点好处给家里吧。彩礼王家已经给过了，那点钱够干什么呢？王家那么大产业，你就不能跟王老爷子提提？我跟王家签过协议，不插手任何产业。你。进。王总，傅家的人来了，说有要事找您。傅家，让他们进来。王总，好久不见，恭喜恭喜啊！听说令爱已经醒了。托福，请坐。王总，咱们当初让傅寒入赘照顾亚琪，现在亚琪醒了，这功劳说到底是傅寒的吧？所以我们想着，王家这么大的产业，能不能和傅家合作，两家也能增进一下感情。是啊，这是傅寒自己的意思。那当然。傅寒说最大的理想就是当家庭主妇，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。那都是玩笑话。王总，您要是这样就没意思了，总不能卸磨杀驴。够了，当初是你们傅家自己答应的条件，现在出尔反尔，当我王家好欺负。不必说了，送客。好啊，傅寒，跟我玩这套。这是小寒特意做的，
他说你最近总加班，胃不好，特意炖了汤。你还会做药膳？刚学的，随便试试。傅寒，一个大男人整天围着灶台转，是不是很无聊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要实在装不下去，可以歇歇，别累着自己。爸，人家做饭你也要管。搜索记录是不会骗人的。植物人苏醒后复健注意事项：车祸后遗症恢复食谱。老年人膝盖疼怎么缓解？王亚琪低血糖，不爱吃香菜，咖啡只喝美式。岳母忌日下雨17，那天多做几个菜。今天我爸那样，你不生气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又没骂我。傅寒，你要是有什么瞒着我，瞒着你的事儿肯定有，谁都有点隐私不是？但你放心，我对王家对你都没有坏心思。我这种人就是想过几天安稳日子。你怎么像小猫一样？闭嘴！我现在是你老婆，明天来接我上下班吧。婉堂，之前的事儿都是误会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解释。解释？解释什么？你们家这招狸猫换太子用的挺好啊。傅寒，你说这件事要是让王家知道，会怎么样？婉堂，你消消气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啊。你知道我的心里只有你。跟我说实话，那个杨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就是个胸无大志的废物罢了。我去王家道贺的时候见过江南，被他赶出了门。那个人的气场可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杨子该有的样子。他就是个吃干饭的，运气好替我享了福。婉堂，你放心，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记住你说的话。凤家人怎么在陆家丫头面前这副姿态？这个人又是谁？为什么亲家母会和他走这么近？难道说……王总，那不是。去查一查，傅家到底有几个儿子？是。你怎么来了？上车吧，我带你回家。傅寒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逞强？没有。从小我爸就在为家里只有我这一个女孩烦恼，他怕这么大的产业以后没人继承。长大后也是一样，所有人都在劝我嫁个有本事的男人，把家业交给他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的一切努力，最后都要交给别人？我不服，我什么都要做到最好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王家有个女儿就够了。傅寒，你跟我听说的不太一样。雅琪，没有人规定男人一定要事业有成，女人一定要相夫教子。你知道吗？今晚那个客户很难缠，但看到你来接我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有个人接我回家真好。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，我会在你身后照顾好一切。王总，查清楚了，傅家只有一个亲生儿子，就是傅寒。入赘王家的这位是傅家养子，叫江南。江南的父亲当年病重，傅家帮忙料理了后事，之后江南就一直留在傅家。据傅家佣人说，他在傅家并不得宠，什么粗活都干。替婚这件事儿是傅家逼的。好一个傅家，拿个养子来糊弄我，真当我王承风是好欺负的。王总，要不要通知小姐？不用，先去傅家。江南也好，傅寒也罢，敢骗我王家的，都要付出代价。
王总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别装了，你们送进王家的不是傅寒，是一个叫江南的养子。王总，这是个误会。误会？你们傅家利欲熏心，拿养子顶包，还3番2次上门讨好处，现在跟我说误会？王总，江南也是我们家养大的，他入赘跟傅寒入赘有什么区别？区别？区别就是你们从一开始就在骗，把我王家当什么了？王叔，那江南在王家不是做的挺好的吗？亚琪也醒了。闭嘴！临阵脱逃，把烂摊子甩给别人，你也配跟我说话？你来的正好，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订婚这件事，您要追究，我没有任何可辩解的。但我想说一句，入赘王家之后，我对亚琪没有半分虚假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您可以不信，但是我这些天在王家对您、对爷爷、对亚琪的照顾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你也可以问问亚琪，我究竟对她怎么样？我叫江南，不叫傅寒。骗您这件事是我的错，但对王家，我自问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你先跟我回家。走。江南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户籍还在傅家，只要我不松口，你入赘这事就不算数。信不信我去告你骗婚？你试试。好啊，翅膀硬了是吧？别以为进了王家就万事大吉，你跟王家的婚事要是捅出去，王家也脱不了干系。王总，您可要想清楚。王叔，您还不知道吧？江南在我们家就是个打杂的，连书都没正经念过几年。这种人当王家女婿，传出去，您脸上有光吗？傅寒，王小姐来的正好，你恐怕不知道，你身边这个男人根本不叫傅寒，他是我们傅家的养子，他的真名叫江南。他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所以你骗了我，你是替别人来娶我的。是。亚琪，你现在知道了，这种人根本配不上你，我们两家都被他耍了。就是，王小姐，我们也是受害者，都是这个江南。江南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最讨厌被别人算计？亚琪，我确实对不起你，可是我对你都是真心。够了，这就对了，王小姐，这个养子以前在家就不学无术，整天浑浑噩噩，确实配不上你。丫头，我现在就让律师拟离婚协议，先清算了这个冒名顶替的江南，和傅家的账我们再慢慢算。不，我是不会和他离婚的。你们说他骗我，可那又怎样？什么？当初不愿意入赘的是你吧？把他当包袱甩过来的是你们吧？你们在背后把这场婚事当生意，现在跑来跟我说他是骗子。他是不是叫傅寒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认识的是这个人，在我醒过来的时候就一直陪在我身边照顾我。你们把他扔到王家来顶包，现在又想来敲竹杠，到底谁才是骗子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不管他叫傅寒还是叫江南，他是我王亚琪的丈夫，谁要动他，先来问我。精彩，王小姐护肤的戏码真是感人至深。陆婉棠，你来干什么？傅家的事就是陆家的事，我未婚夫被人欺负了，我不得来看看？未婚夫还没来得及通知王叔，傅寒已经入赘我陆家，从今天起他是我陆婉棠的人。刚才在外面听了一会儿，说是有人冒充傅家少爷骗婚王家，这事儿傅家打算怎么处理？婉棠，他们王家不但不追究冒牌货，还倒打一耙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对对对，陆小姐，你给评评理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王小姐，听见了吗？傅家说你们欺负人。陆婉棠，这是王家和傅家的事，轮不到你陆家来当裁判。本来是不关我事，但现在傅寒是我丈夫，傅家的脸面就是我陆家的脸面，你说我该不该管？王叔，您是长辈，晚辈说句不好听的，王家好歹也算有头有脸，招了个冒牌女婿，还当宝贝似的护着，传出去也不嫌丢人。陆家丫头，说话注意分寸，
和那天的江南相比，我已经很有分寸了。江南，你刚才不是很能说吗？你再说一遍试试。在傅家吃了26年干饭，让你替我去王家，那是看得起你。怎么，入赘了几天就真把自己当豪门女婿了？你别忘了，你亲爹死的时候连口棺材都买不起，是傅家替他收的尸。你一个没人要的野种，让你入赘王家那是抬举你。现在倒好，攀上高枝就想跟我翻脸。怎么，想动手？你动一下试试。我身后站的可是陆家。傅寒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？我还没说你呢。当初我要知道你能行，我也不会让他替我去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你要是愿意，不如给我做小。你再说一个字，我让你今天走不出这个门。你吓唬谁呢？有陆家在这儿，我看谁敢动我。傅寒，话多了。江南，说实话，我对你挺感兴趣的。别紧张，我只是想说，现在替婚的事败露了，以后江南在王家还能站得住脚吗？这用不着你操心。这份合同，陆家收购王家旗下3家公司51%的股份，价格按市价上浮10%，算是我的诚意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跟王家合作。当然，条件是江南离开王家。王小姐刚才护肤的样子我很佩服，但你扪心自问，一个来路不明的养子，值得你拿王家的家业来赌吗？还是亚奇明事理。陆婉堂，你听好了，我王亚奇选谁做丈夫，用不着你开价，王家的事也用不着你操心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有意思。万堂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你不是说……我说了，我对江南感兴趣，但是别急，王亚奇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喂，爸，之前说好的事儿可以开始了。都回来了，爸，你还没休息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能睡得着吗？管家，把门关上。跪下！江南，你骗得我们好苦。傅家的养子替人入赘，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真话。我王承风一辈子没被人这么耍过。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。你知道我今天在傅家有多丢脸？傅家拿一个养死塞给我当女婿，以后传出去，王家怎么在圈子里立足？承风，冷静点儿。我冷静不了。这小子在王家待了这么久，我把他当半个儿子看，结果是傅家扔出来的替身。亚琪的丈夫竟是个来路不明。爸，他不是来路不明，不管他叫什么名字，从哪儿来，以前是什么身份，他现在都是我的丈夫。亚琪，你让开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跟我没关系，被塞了个丈夫的人是我，现在认他做丈夫的人也是我，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？你好了，我有话问。江南，入赘之前你在傅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跟我说实话。大杂，傅家的大事小事都是我干，睡的是楼下的杂物间，冬天没暖气。杂物间？不过习惯了。那你在王家过得怎么样？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爷爷对我好，亚琪对我好，这个家让我头一次觉得有地方可回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实话？你觉得我们王家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家？我怕我刚来的时候，亚琪没醒，明和岳父盼的是傅家的少爷。我要是说了实话，把我赶走是小事，耽误了亚琪的身体，我这辈子都过不去。爷爷，今天在傅家，傅寒仗着陆家撑腰，对着他破口大骂，拿他父亲说事，他都没还一句嘴。他是不想给王家添麻烦。承风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又怎样？他骗我们在先。他是被傅家逼的。他在王家做过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吗？一个男人每天给你女儿做饭，尽心尽力对每个人，跪在这里几倍不弯。你现在要赶他走？我没说要赶他走。那就行了。江南，起来。你岳父不说话，你就跪着。行，那我也不说话，咱俩一起等。爸，你女儿护着他，我老头也护着他，你非要当那个恶人。起来吧。名字的事儿我记着，但还没翻篇。你在王家这段时间对亚琪确实用了心，我看得见。谢谢爸。别急着谢，留你可以，
但有一条，从今天起，家里的事儿不许再有一句假话。好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瞒着你们任何事情了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有些事情现在确实没到告诉你们的时候，对不起了。孩子啊，爷爷从一开始就看好你，你是叫傅寒还是叫江南，爷爷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你对亚琪那份心。爷爷，行了，折腾一天都累了，你们快回去休息吧。对了，那个陆家丫头不是省油的灯，今天她丢了面子，以后肯定会找麻烦。程峰那边我来说，公司的事儿你们也得多留个心眼儿。还有，以后再碰见她，别让自己受委屈。我王家的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陆家想吞我王家的产业，牙口还没那么好。怎么回事？王总，你看这个。震惊！王家独女竟招了个冒牌货入赘，富家养子冒充大少爷骗婚，王家被蒙蔽处理数月。傅寒，不止他，陆婉堂应该也参与了。这种圈内八卦，没人在背后推，不会传这么快。你们看到了，今天一早我接了不下20个电话，有人在背后做局，把事情往大了炒。是陆家。王总，陆家派人送来的。请柬，这是鸿门宴啊，等着戳我们王家肺管子呢。恐怕不止那么简单，仅仅为了出口恶气，这阵仗也太大了。去不去？去，不去就是心虚，去了就是被他当面羞辱。陆婉堂要的不只是订婚，是要在所有人面前坐实陆家比王家高一头。那就让他办，他办得越大，知道的人越多。至于谁是残次品，可不是他们说了算的。先生，我帮您泊车。麻烦了。走吧。办好了，陆小姐。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。陆小姐，之前传言傅少爷入赘过王家，请问您怎么回应？那都是误会。入赘王家的那位是傅家的养子，不是傅寒本人。傅寒从来没有结过婚，也没有入赘过谁家。今天站在这里的，才是货真价实的傅家大少爷。至于那位养子替婚的事，傅家也是受害者。王家招了个什么人进门，我就不评价了。对，我们傅家只有傅寒这一个亲儿子，从小培养，正经名牌大学毕业。入赘王家那个是养子，身份不同，贵贱有别，大家别搞混了。各位，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说几句。之前圈子里传的那些话，说我入赘过王家，说我和王亚琪结过婚，都是假的。真相是，有个养子冒充我的名字去了王家，而我真正要娶的人是陆婉堂，陆小姐。陆家和王家不一样，不像有些人给一个植物人强行招赘，我傅寒这辈子只认准陆家。谢谢各位，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想正大光明的宣布，傅寒是我的未婚夫，陆家和傅家正式联姻，也欢迎王小姐到时候来喝杯喜酒。陆小姐的喜酒，我自然要来。还真敢来。王小姐，欢迎。刚才还在台上念叨你呢。陆小姐订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能不来？毕竟我们两家渊源这么深。王小姐来的正好，刚才我们傅寒在台上说的话你也听见了。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得清楚，以后别再把两家混为一盘。傅夫人放心，我从来没把傅家和江南混为一谈。他在傅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王小姐，今天是傅寒大喜的日子，注意言辞。我女儿言辞已经很注意了，倒是傅少爷刚才在台上说他只认陆家。我记得几个月前傅家也跟我说过，入赘王家是他的荣幸。胡说什么？后来我们登门提亲，傅家开的条件我也都留着记录。如果陆小姐有兴趣，我可以发你一份。王小姐，
你们今天来是要把订婚宴搅黄？不，我是来恭喜的，恭喜陆小姐捡了个我们王家不要的。各位，今天陆小姐和傅少爷订婚，我祝他们百年好合。但有一笔账，我想请大家帮忙算一算。傅家的养子入赘王家，尽心尽力没有怨言。傅家的亲儿子临阵脱逃，转头攀上陆家，在订婚宴上嘲笑替自己入赘的人，到底谁才是骗子，谁才是残次品？这么一说，好像是傅家不地道。把养子当冤大头，现在又拿人家当笑话，确实过了。王小姐好口才，今天是我订婚，不跟你计较。我的好姐姐，游戏才刚刚开始，不急。王总，城东那块地我们准备了3个月的方案，昨天对方突然变卦，说陆家给的报价只比我们高半个点。这样的事已经第3次了。对方说陆家那边提前知道了我们的底价，所有条款都压着我们一线，像是照着我们的方案开的价。供应商那边也有问题。我们上周刚谈好的独家协议，陆家第3天就派人去了，拿着和我们一模一样的条款去翻盘。供应商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公司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。不止这些，华南那边一个并购项目本来10拿9稳，昨天对方突然加了3道附加条款，每一条都戳在我们的软肋上。那个并购案的细节只有经手的几个人知道。散会，今天的事，所有人守口如瓶。一下折3个项目，陆家丫头什么手段都使上了。爸，不只是手段，公司内部出了问题。你怀疑谁？现在谁都不能排除，包括我自己。我活到这个岁数，见过商业上的明枪暗箭多了。陆家想吞王家不是1天2天了，但这么精准的结我们的项目，不像光靠竞争能做到的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您说的对，但也觉得越是这样时候越要稳住，内部互疑，正中对方下怀。我明天让人把所有办公室检查一遍，通讯设备、电脑、办公区域。再想想，对方还能有什么渠道稳定获得我们的机密？我的办公软件，还有每天江南接我回家的时候，都会复盘一遍。江南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接亚琪的？爸，你想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我就顺嘴问出来了。陈总，陆家最近风光啊，一连结了王家3个项目，有什么秘诀给兄弟们透露透露？秘诀就是信息。什么信息？你们知道什么叫信息吗？王家那边有人给我们递条子，他们什么方案什么底价，我们一清二楚。谁呀？这么神通广大？不能说，说了就没戏唱了。不过可以告诉你们，就是王家那个入赘的女婿叫什么来着？江什么？爸，什么事儿这么急？张叔刚才来电话，今晚饭局上，陆家华东的负责人喝多了，亲口说王家有人在给他们递条子。谁？他没说全名，但说了江字。酒后的话不一定可信。你张叔跟我是30年的交情，他不会传没根的话。而且那个陈总原话是说王家那个入赘的女婿。爸，这种没有证据的事不能乱说啊，没准他们在故意挑拨我们家关系呢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每天下班在车上都会把公司的消息跟江南说吧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会是江南。我有个办法，可以利变中间。明天我让秘书放一个新项目的消息，方案只在公司内部讨论。你晚上借口加班，不要坐江南的车回家。如果第2天项目又被结，就说明问题出在别处。如果没被结，好，不过我相信他。我也希望你是对的。这个项目是公司目前最重要的战略布局，所有资料只在这间会议室里讨论，不准外带，不许拍照，不准跟家人提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。王总，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对外公开？3天后，意向书签完再说。今晚几点下班？我来接你。今晚过新项目方案会很晚，你不用来接我了。亚琪还没回来，加班，说新项目赶得紧。11点了，你也不问问？问了，他说不用等。他最近一直这样。陆家盯得紧，他一个人扛着太累了。你也别等了，早点休息吧。王总，合作方那边来消息了，
意向书签了，一切顺利，没有任何干扰。好了，散会，散会。雅琪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现在下定论还是太武断了，爸，再观察观察吧。我不会做任何给王家带来风险的事，想怎么查那是你的事，但在向我证明之前，我不会再信任他。江南，从明天起，你不用送亚琪上班了，公司给他安排了专职司机。好。爸，我们还没查清楚。还用怎么查？你没坐他的车，项目就平安落地。亚琪，这不是巧合。程峰，你这就给定性了？爸，我没定性，但在查清楚之前，让他和亚琪的工作保持距离，总没错吧？你说的保持距离是指什么？周秘书已经把3楼那间客房收拾出来了。爸，亚琪，客房挺好的，我去收拾东西。程峰，你查都不查就让人分居，你不如直接给他定罪。我只是想让亚琪先专心把公司的事稳住，陆家还在盯着我们。他们当然在盯着，他们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先乱。你不用搬，我去跟我爸说。不用，他说的有道理。可我相信这不是你做的。早点睡，明天还要开会。我在走廊那头，有事叫我。王总，安保部在顾夜之前用的那间休息室里发现了这个。好一个江南，陆万堂亲笔挖墙脚，信就藏在我王家的公司里。备车回家。江南，你解释一下。陆婉堂订婚宴之后让人送来的，我没当回事，就随手扔进杂物间了。而且我也跟亚琪说过这封信。爸，这封信他确实给我看过。就算这封信你没当回事，其他事儿呢？陆家高管酒后说你给他们递条子，3个项目被劫，你没坐车那天项目就平安落地，这些加起来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你不觉得今天这封信来得太是时候了吗？陆家高管刚说完没几天，安保部就正好搜出了这封信，你不觉得每一步都像被设计好的？亚琪，这是财产分割协议，我的意思是把界限划清楚，以后万一出了更大的事，至少公司不会跟着遭殃。爸，你这是逼我离婚？爸，你让我签这个，跟让我和他离婚有什么区别？亚琪，签吧。我没有倒卖过王家的任何信息，但这些事现在没人能证明，所以这份协议对我来说不是定罪书，至少我还能留在这里。签吧。我不签，签了就等于承认你有可能做那些事。我不承认，你是我丈夫，是什么样人我自己清楚。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的，但是查清楚之前，谁也别再提离婚2个字。你们说，有没有可能是车的问题？不太可能。亚琪出事后，那辆车就一直停在我们家的车库里，他醒了之后，也只有你开过。我现在就让人去查。老爷，这是从车里找到的。什么时候放上去的？看胶痕不是新贴的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。程峰，现在你怎么说？江南每天送我上班，如果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，那天陆家不会毫不知情。孩子，这段日子你受委屈了。爷爷，我不委屈，爸他查得对，换成谁都会怀疑的。程峰，今天我定个调，江南是我王家的孙女婿，谁也别想把他往外推。陆家那丫头想用这枚窃听器搅散我们家，她打错了算盘，以后不要再说离婚这种混账话了。爸，是我太急了。哎，我知道，你怕亚琪受伤害，但以后记住，不要把自己人往外推，去便宜外人。爷爷，
王总，老爷子是急性心梗，好在送来的及时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必须静养。你们别让他情绪再激动。江南，爷爷，我在。雅琪，爷爷求你一件事。爷爷，您说什么我都答应。以后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别委屈他，他只有你。江南，爷爷也求你一件事。爷爷，您说。以后亚琪犯倔的时候，你帮爷爷拦着点儿。你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憨厚，以后可别委屈自己。爷爷要是不在了，要照顾好亚琪，爷爷怕是没几天活头了。爷爷，您别说这种话，医生说了静养就好。好，不说。今天上午9点，银行突然通知我们，之前已经批下来的2笔贷款被无限期搁置，理由没给，只说总部再重新评估。华南那边的合作方也出问题了，本来今天要签的合同，对方临时毁约，说接到了陆家的新报价比我们低了15%，这已经是本月第4个毁约的客户了。王总，刚收到的，我们的3家核心供应商同时发函，说原材料涨价，要重新议价。但据我所知，陆家那边拿到的还是原来的价格，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。银行、客户、供应商3头堵。贷款搁置可以换银行，客户毁约可以重新谈，供应商涨价可以压，但这些都不是最要命的。最要命的是，陆家每次出的牌都精确地打在我们的关键节点上。雅琪，今天来的路上，周秘书跟我说了一件事，公司现金流最多撑3个月。我知道，爸，我今天晚上回去把所有交易记录重新过一遍。陆家每次动作太快了，我让周秘书暗中排查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这些话你跟江南说了没有？没有，窃听器的事才过去，我不想把他卷进来。他照顾爷爷已经很累了。也好，他现在在医院，你爷爷那边也离不开人。外面怎么样？还行。你别蒙我，今天他们爷俩都没来。陆家最近动作多，公司那边在应付。亚琪说让您安心养病，别的不用操心。他们不让我操心，我就操心不了了。陆家那丫头心可够狠，她连自己都能当做筹码，我怕他们不是对手。您安心养病吧，我相信亚琪能处理好。你心里要是有事，就别削苹果，削了也是散的。爷爷，我有件事想跟您说。我来医院之前，公司的财务数据我找周秘书要了一份，不是想插手，只是想知道他们现在的压力有多大，账上现金流撑不了多久。陆家从银行、客户、供应商3个方向同时施压，这不是临时起意。你找周秘书拿数据，雅琪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现在每天都绷着，我不太想再让他多操心。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要什么？我想让爷爷告诉我，什么程度我需要出手帮忙。你有多大的本事？够用。那就不着急，这丫头还需要多历练历练。等她实在撑不住了，你再帮忙吧。好，那我心里就有数了。都在呢，听说王家最近不太好过，我们特地来看看。是啊，再怎么说也是亲家一场。银行不放款，客户毁约，供应商要涨价，我们听了都替你们着急。你们消息到灵通，圈子里都传遍了。王总，我们也算是自己人，今天过来就是想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。江南，我以为王家出事你第一个跑，毕竟你在我们家的时候最擅长的就是见风使舵。你看你入赘王家没享几天福，现在就赶上这事儿，你要是撑不住了，随时回傅家，杂物间还给你留着。涵涵，别这么说，人家现在可是王家的女婿。不过江南，王家要是真倒了，你跟雅琪打算怎么办？你也没个正经工作，到时候可别拖累人家姑娘。王亚琪，你也别护着他。王家现在这个样子，一个在傅家打杂的养子，能替你做什么？王家需要的不是一个保姆。傅涵，你说完了？说完滚吧，这里不欢迎你。
装什么？王家完了，你也完了，到时候别来求我。傅少爷，话说完了就请吧。王家还没倒，你急着来踩几脚，太早了。王总，我们是好心。老公，今天他们说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没事的，跟他们计较纯属给自己添堵。倒是你，最近压力太大了。江南，你别听傅涵胡说，公司的事我有办法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让这个家倒的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是说你真的不用担心，不管外面闹成什么样，你在这个家里才不是保姆，你是我丈夫。你在公司已经很累了，回来还要替我考虑，我也帮不上忙，只能让你少操一份心。不管王家以后是什么样子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我今天还在跟爷爷保证。早点休息吧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事。对了，明天我去趟公司，有什么能做的你就跟我说。那好吧。王总，最后一家银行刚回复了，审批不通过。华南那边3个客户正式发函终止合作，华东2个供货商已经断了原材料供应，现在工厂那边问我什么时候能恢复。先把眼下的局面稳住。你来公司做什么？来帮忙。我们在开会，你让他做。情况就是这样，除非有新的资金注入，否则我们下个月就得面对裁员的问题。华南那3个客户哪家最晚毁约？新达，上周5才发函。新达的老板姓顾，去年他儿子结婚，王总当时还去送过礼。你怎么知道？婚礼照片上过本地新闻，顾总欠过人情，新达不会是主动毁约，是被陆家用什么手段逼的。另外供货商那边有一家是怕得罪陆家，单独约谈应该能谈回来。现金流的问题不用太担心，银行不放款是因为陆家打了招呼，但不是所有银行都怕陆家。城银行那边的授信还没用，只不过手续麻烦一点。这是他们风控部负责人的电话，他欠我一个人情，你们可以约他聊。你什么时候认识城银行的人？以前在傅家的时候帮他处理过一点私事。太好了，这下集团有救了。这谁啊，这么厉害？看来这下请到高人了。这可是王总的女婿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，佩服佩服。爸，你也看到了吧？新达供货商程烧行，我就知道我男人差不了。看到了。你在家天天研究菜谱，研究出程商行风控部负责人的电话。本地新闻以前报道过。那供货商呢？你怎么知道连市场部都不知道的消息？看他们的发函时间，2家前后差不到半点，措辞高度相似，不像是各自独立的决策。你在傅家这些年，他们知不知道你这个脑子？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。好小子，看来我们王家真的捡到宝了。以后不用藏着，公司的事儿、家里的事儿，需要你的地方你就上。喂，我们马上到。爷爷病危，医院让我们立刻过去。老爷子心力衰竭，我们尽力了。现在意识还清醒，你们快进去。都来了，好。爷爷，我们来了。别哭，爷爷这把年纪够本了。公司的事儿你拿主意，但有一点，不要走我的老路，多给年轻人机会，别太拼。我记住了，爸。还有，江南，爷爷，我在。你是个好孩子，傅家对不起你，王家不会。爷爷走了以后，家里的事儿你替我看着。亚琪从小要强，有什么事儿你多帮着点，她听你的话。丫头，这辈子想要什么别等。爷爷最后悔的就是等了那么久才给你找了个好丈夫，以后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你都要对她好，听到没有？听见了，爷爷，我一定对她好。老婆子，你来接我了，你等等我这就来。王总，陆家和傅家的人来了。真是可惜，老爷子操了一辈子心，到最后一程，王家也没让他享上什么福。姐姐节哀，不过有些话我憋了很久，今天当着爷爷的面还是想说，你们家要是早点把公司交给有本事的人，也不至于让爷爷操劳成这样。现在他人走了，家里公司又一摊子事儿，你可千万要撑住。要是实在撑不住了，陆家随时愿意帮忙的。是啊，江南，你在王家这么久了，老爷子生前最疼你，现在他走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继续在家做饭？陆小姐这几个月费尽心机，又是窃听器又是结项目，就是想看王家倒下。傅涵，你从入赘陆家第一天就是想把我踩在脚下，可惜以后你们没机会了。既然你把话说开了，那我也不绕弯子。王家现在的局面不是靠嘴皮子能翻的，银行、供货商、客户3路都封死了，王家拿什么跟我斗？
陆婉堂，你说的对，王家确实没什么盈利，但有一点你算错了。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我来接管集团，你们这些人在我的眼里，连土鸡瓦狗都算不上。你接管集团，江南，你也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？你在我家打杂打了10几年，跑到王家做了几天饭，就敢说接管集团？江南，本事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王家现在银行不放款，供货商断货，客户跑了大半，你拿什么接管？傅寒，你笑够了没有？你在陆家入赘这么久，陆婉堂给过你一个正经职位吗？你除了在饭局上替他挡酒，在他说话的时候点头，你还有什么作用？你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你拼命打压我，就是害怕有一天我真的能证明你其实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连我这个养子的影子都够不到，对吗？陆婉堂，你说王家的局面翻不了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银行那边城银行的寿险金早已批了，供货商那边2家的合同下午签字，客户那边有本事你继续低价抢，我倒要看看能把你陆大小姐的下线逼到哪一步。你说我口气不小，那我再补一句，你们陆家现在的布局，3个月之内我会全部打穿并加倍奉还。好，江南，你有种，那我就在陆家等着，我倒要看看3个月你能翻出什么浪来。爷爷，您在天上看好，我是怎么让傅陆2家一败涂地的，到时候我要他们全都跪在您的灵前忏悔。陆家这次是全面施压，消息一放出来，合作方都在观望，有几家已经在跟我们重新谈条件了。圈子里都在传说王家撑不住了，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愿意接的只有3个，都在问我们还能撑多久。陆家在走流程，给监管递了好几份材料，虽然是诬告，但调查程序一旦启动，我们的项目都得暂停。王总，如果下周再没有转机，我们这仗怎么打？陆家这几年一直压我们一头，傅家虽然不大，但抱上了陆家这条线，在圈子里到处放话，煽风点火。傅家现在正在开新闻发布会呢，傅寒在会上直接说王家完了。陆家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，现金流撑不过这个月，银行那边全锁了。监管要是真立案，客户更不敢跟我们合作，到时候就算有钱也回不了天。够了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自乱阵脚。3个月的牛皮是江总吹出来的，现在陆家报复，倒是拿个办法出来啊！就是拿不出办法就别吹牛。王总，傅寒刚刚在发布会上说，如果江总去他们家门口跪上1天，他们会考虑放过我们。你说什么？别急啊，这不才刚刚开始。江南，这麻烦是你惹出来的，你应该去陆家谢罪。王总，您不能让整个集团为他的任性买单啊！您别再说大话了，现在这个局势，不管谁来了都解决不了。陆家不松口的话，王家已成定局了，神仙也难救。江南，有什么办法的话，就别卖关子了。这陆傅2家联手，我们确实没什么还手之力。当初是王总亲自保举，再加上你说的那些大话，大家才勉强同意你上任。结果这才1个星期，陆家就把我们逼上了绝路，你居然说没办法。傅寒果然没有说错，你就是个……闭嘴！小王总，你真要看着他毁了王家这么多年来经营的一切吗？现在可不是糊涂的时候啊！好了，别争了，我江南说到做到，不出2周，陆家和傅家就会乱的。但怎么撑过这2周，就要看各位想办法了。空口白牙，陆家根深蒂固，怎么可能？我说2周内，陆家的资金链就会断。江南，你有什么话，就在这里跟大家讲清楚，不然谁都没底。不能凭你一面之词，我们就白等2个星期，到时候可就真的回天乏术了。陆家那么大的盘子，资金链怎么可能2周就断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吹牛？你们听说过大夏神师吗？你说的是大夏神师？是，大夏神师。10年前商圈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，白手起家，5年之内把3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做成了行业龙头。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突然就隐退了。总之从那以后，再没有人见过他。我听过，当年神师经手的案子，至今还是商学院的教材。但他隐退这么多年，从来没人能联系上他。你认识神师？我认识他的徒弟。陆家现在的布局最脆弱的一环就是资金链。如果银行突然收紧，财团撤资，陆家能撑多久？神师的徒弟有这个能力，2周之内，陆家的资金链会从内部断裂。你有多大的把握？100%。启动所有应急预案，务必再坚持2周。散会。陆总，今天上午3家银行同时来电，说总部在重新审核我们的授信资质，已经批下来的2笔贷款被冻结，正在走流程的1笔直接退回。
3家银行同时，谁在后面搞鬼？查不到，银行那边只说接到了上级通知，具体原因不肯透露。另外，我们跟投的财团今天早上通知撤资，他们说收到消息，陆家的资金链有风险，消息来源不明，但他们宁可信其。什么狗屁条款？谁签的？我签的。不对啊，这才2周，怎么会这样？合资公司那边也出问题了，合作方打电话来问情况，有几家已经在跟王家重新接触。王家不是快倒了吗？本来是的，但最近风声不对，有人稳住了他们的高管层，供货商也在回流，而且圈子里在传，王家背后有人出手。谁？不清楚，但能让3家银行同一天冻结我们的授信，能让财团撤资，这不是王家的能量，有大人物在帮他。难道是那个人？怎么可能？王家怎么可能请得动他？都出去，晚堂留下。你上次在灵堂，江南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3个月之内会把陆家的布局全部打穿。他一个富家养子，哪来的本事？我不知道，但这次的事和他一定有联系。银行、财团、供货商3路同时出问题，和当初我对王家用的手段一模一样。他在用我的招数还给我。不可能，江南就是个打杂的，他在傅家连财务室都没进去过。那他为什么能在灵堂上说出那些话？为什么3家银行同一天冻结我们的授信？你倒是解释给我听。现在怎么办？如果圈子里传闻是真的，王家背后站着的只可能是一个人。谁？大夏神师。什么？神师？一个隐退多年的人。如果传闻是真的，他的能量确实可以做到这些，但如果我们的对手是他，那太可怕了。不可能，江南一定是托了关系才请到他出手，我们只要找到他，一样可以。他已经隐退多年，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。没有人知道，不意味着找不到。就算找不到他，也要找到他身边的人。王家能搭上这条线，陆家也能。马上让人去打听，所有资源都动用起来，一定要找到。找不到，陆家的麻烦就不止资金链了。陆总已经查清楚了，根据王家管理层那边的说法，江南请到了神师的徒弟出手，只是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。我已经查到了神师徒弟的住址，备上厚礼，明天跟我一起去拜访人家。我不信，江南能给的，我们陆家能给更多。就这儿，神师的徒弟就住这种地方。消息不会错，走吧。晚堂，就算找到了，人家凭什么帮我们？你爸不是说神师已经隐退很多年了？王家能搭上这条线，陆家也能搭上。没有买不动的人，只有不够高的价。哟，王家也来找神师的徒弟。陆小姐消息真快，彼此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人家帮我这么大一个忙，自然要登门道谢，顺便引荐一下他和亚琪认识。江南，我小看你了，我原以为你只是个会做饭的废物养子。狗眼看人低嘛，正常。江南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攀上神师的徒弟就能翻盘？陆家这次不过是暂时周转不开，你知不知道陆家的资金缺口有多大？神师的徒弟为什么愿意帮你？不为什么，欠我个人情。你今天来道谢，看来是笃定陆家翻不了盘了。我只是还了陆小姐之前对王家的照顾。先生，我是陆氏集团的陆婉堂，特来拜见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也知道你们为什么来。师父让我传句话，当年的事儿到今天就当还了，从今往后两不相欠。至于陆家的事儿，与师门无关，请回吧。先生，我还没说我的来意。你的来意师父知道，陆家的资金链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江先生，王小姐，师父说不见客，请回吧。明白了，替我谢谢他。涵涵，你说陆家真的不行了？财务总监私下跟我说，资金缺口比预想的大得多，这次可能真的撑不住了。你不是说陆家财大气粗，不会有事的吗？怎么才几个月就变成这样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要知道王家那个江南能翻出这么大的浪，当初我就……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是陆家的女婿，陆家要是倒了，我们傅家也得跟着遭殃。那就别跟着遭殃。趁现在外面还不知道陆家具体的窟窿有多大，我们先把傅家摘出来，甚至跑得早，我们还能捞到一点好处。傅寒，
你再说一遍。婉堂，涵涵她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以为你做的很隐秘？律师楼的助理是我的人，你签的每一份文件，1个小时之内就送到了我桌上。万堂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想给傅家留条后路。后路？傅寒，你记不记得你入贝陆家那天跟我说过什么？我明明知道你是废物，还是把你留在身边，因为我觉得废物至少听话，不会咬人。结果废物急了，连主人都想咬。你说谁是废物？要不是你当初在灵堂惹怒了江南，陆家会变成现在这样吗？让公司法务和审计现在就进驻傅家，查傅家这几个月从陆家拿走的每1分钱，每一次关联交易，查到违规的直接报警。陆婉堂，你这是要赶尽杀绝！江南都是江南害的，他当初要是乖乖替我去王家，要是不反抗，现在什么事都没有，都是他。请问傅寒先生在吗？你是谁？我是大夏神师的徒弟张佩勋。你想做什么？如果你能放过陆家，江南给你的，我陆家可以给10倍。傅家保留部分财产，除此之外，你要是还想陆家平安落地，就好自为之吧。真的，你没骗我们。我只是受人所托，不过那人有个条件，傅家以后不许再掺和陆家和王家的事，安安分分过日子，这件事就当过去了。是他！好你个江南，在这里惺惺作态给谁看？对了，不知陆小姐和傅少爷明天可有时间？师傅想请2位前往寒舍一训。您是说我们能见到神师？3天前吃了闭门羹，今天又收到帖子，这神师师徒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怎么连他们也被邀请了？又碰面了，看来那位徒弟今天是准备把我们3家凑齐了，好看戏。走吧。江南，上次你不是说神师的徒弟欠你人情吗？人家门都没让你进，今天又厚着脸皮来了。你呢？上次连门都没摸到，今天又来干什么？江南，是你保了傅家。傅寒是我的人，你保他是在打我的脸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还傅家多年前的一个人情。收养你的人情？对。从今以后，我跟傅家两不相欠。你要怎么处理傅寒，跟我没关系。几位，请跟我来吧。陆家给2位准备了厚礼，就在后备箱里。不知神师什么时候才能露面？师傅稍后就到。几位若有话，不妨先说着。说什么？说陆家回天乏术，傅家苟延残喘。江南，我今天来只问一件事：陆家的资金链是不是你在背后动的手？是。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们这么帮王家？本事这种东西，不是只有陆家才有。不知道陆小姐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狗眼看人低的毛病？几位说了这么多，有没有人好奇神师到底是谁？神师隐退10年，没人知道他在哪儿。他不见客，是因为不想见。但如果他想见，自然会见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这事得有个了结。若是神师执意出手帮助王家，那我陆家无话可说，任凭发落便是。若江南没有这通天大能，那就让2家公平竞争，弱肉强食。徒弟张佩勋，恭迎大夏神师出山。你坐那干什么？那是神师的位置。10年，神师隐退了10年，竟然成了傅家的养子。对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是神师。神师是什么人物？你在傅家干了10年粗活，你连财务室的门都没进过。你要是神师，你为什么不早翻身？为什么要在我家忍气吞声？凭你们在我还没发迹的时候照顾了我的父母，我才愿意留下偿还这份恩情。不然你以为凭什么傅家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有头有脸的大家族？你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把我们3家叫过来，想干什么？宣布王家赢了，陆家输了。神师的身份，我今天当面亮给你们看。出了这个门，我还是王家入赘的女婿，和以前一样。公司的事亚琪说了算，我在家该做饭做饭，该送饭送饭。我只是不想再瞒着他。我本来想在王家做一辈子饭，但陆家动了我的底线，爷爷的灵堂，我不能忍。但我也不想因为这个身份，让他以后对我畏手畏脚。骗子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神师？我是陆家的徒弟，我是神师的徒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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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陆家的徒弟，我是
我一直都想抛下神师的身份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，又怎么会轻易告诉别人呢？我做的这些事跟神师没有关系，只和你有关系。那你以后再骗我怎么办？不会了，我发誓，这是我瞒着你的最后一件事。回家再跟你算账。今天请几位来，不是为了翻旧账。那是为了什么？你亮出神师的身份，总不会只是哄老婆开心吧？从今天起，商圈里不再有神师，但我希望在神师消失之前，把两家的账清了。陆小姐，陆家这几个月损失不小，但根源在你，你先动的手我才还手。今天我们两清，我不会再对陆家做什么，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你以后别再动王家，不管是商业竞争还是私人恩怨，别再用那些卑鄙的手段。你这句话我记下了。但神师，你今天说两清就两清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不过有一句话你说错了，商场如战场，我会去给老爷子道歉。不过咱们两家来日方长，随时奉报。姐姐，恭喜你，这次真的开出金了。爸，神师的事儿以前没跟家里说实话，是我欠您一个交代。有这层身份，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，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就算那时候我说了，你也未必信。那倒是，一个在我家做了几个月饭，每天早起给我女儿煮粥的人，怎么可能是神师？但你后来在会议室说的那些，都不是普通人能说出来的话，我应该早点想到的。现在也不晚，你们俩说清楚了？没完全说清楚，回家再跟他慢慢算。江南，抛下了神师的身份，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？我想给亚琪补一场婚礼。当初入赘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没迎亲，没仪式，连婚车都是傅家安排的。现在一切都清楚了，我想重新办一次，正式娶亚琪为妻。我答应过你，会补回来的。现在一切都清楚了，我想重新办一次，正式娶亚琪为妻。我答应过你，会补回来的。我愿意。听到没有？准备婚礼。是，明天一早就开始张罗，这次可要大办特办。老爷子走的时候说，你是他最放心的孙女婿，他没说错。走吧，上楼，咱俩还有账等着回来算。王小姐大婚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和傅寒？别紧张，今天不是来砸场子的，我是来祝贺的。这是我爸压箱底的收藏，他说陆家欠王家的。别紧张，今天不是来砸场子的，我是来祝贺的。这是我爸压箱底的收藏，他说陆家欠王家的，今天借这场婚礼还一部分，剩下的以后生意上慢慢还。哦，江南哥，以前的事儿是我混账。你是来道歉的？是，不是因为你是什么身份，是因为你在我们家那些年，我确实没把你当人看过。今天说开了，以后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，但这道歉是我欠你的。过去的事不提了，既然来了，喝杯酒再走。你们两个大男人在婚礼上哭，像什么样子？排骨汤。今天公司那群人又问我，神师真的在家做饭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不光做饭，还洗碗、拖地、浇花，他们都不信。不信就对了，神师也要面子啊。谁能想到当年叱咤商海的神师，现在居然这么没出息？可能吧，不过谁规定神师不能当家庭主妇？反差太大了。你当年隐退就为了这个？当年隐退是因为累了，留在傅家是为了报恩，来王家是因为你比我想的有意思。有意思啊！第一次见你躺在床上就觉得这人长得挺好看的，后来你醒了，第一件事就是跟我吵架。我就想，脾气这么大，以后日子肯定不会无聊。一股排骨味儿。